向阳花纵放和遗憾交织的荧幕之花。清明时节，冯导终于携新作《向阳花》与观众见面。从影片前期宣传到正式上映，它一直备受瞩目。在清明时节期间呢，众多电影中除了不说话的爱，向阳花也承载了无数人的期待。毕竟有冯导的金字招牌，再加上赵丽颖这位人气还有实力并济的演员领衔主演，影片在尚未大规模宣传时就已吸引了众多目光。是，但也不怕是。这部电影以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高丽香为叙事核心，故事开篇呢，她便因诈骗罪而陷女子监狱。影片前半段着重刻画了她在监狱中的经历，在这里她结识了另外一位聋哑女主角兰西亚饰演的黑妹，由歌手出身并首次演出电影的兰西亚领衔出演，看成了电影另外一大亮点。另外，她与监狱中的另外一位大姐大式的人物王吉饰演的胡平产生了交集，而他与监狱官邓红错妮饰演之间的若隐若现的感情互动，也成为了电影开篇重要的情节线索。从最初的陌生到相知相惜，为影片奠定了情感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狱这个特殊环境里，她们几个女孩还组成了向阳花表演歌唱团队，象征着一个困境中依然努力绽放，追求希望。起初我满心以为这部电影会全程环绕着监狱生活展开，深入挖掘监狱中的种种故事，然而情节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监狱生活只是故事的开端。我们也想做好人哎。刑猛释放证明，你隐瞒了你罪犯的身份。当他们走出了监狱，真正面对独立生活时，高叶翔和黑妹两个无依无靠的女孩住下了一间简陋直寂的房间，从此开启了为生活奔波的旅程。他们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尝试各种副业，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外界的排挤和欺负，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高叶香原本是为了从福利社接回从前夫遗弃女儿而努力生活，她和黑妹相依为命，两人之间逐渐发展出一种亦友亦止的深厚情感。影片后期，他们结识了第三位女主角郭爱美，陈潇饰演。这位女主角虽然身处监狱之外，却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人相互扶持，相知相惜。不过相较对黑妹的细致刻画，郭爱美在剧情中的展现略显单薄，没有得到足够的深度挖掘。在电影《向阳花》里，南西亚饰演的黑妹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当得知她是第一次挑起了主演大梁，便在片中的挑战聋哑人士这一极其难度的角色时，我着实为她担心。然而她用令人惊艳的表现呢，彻底征服了观众。兰西亚对于黑妹这一角色的演绎呢，堪称不俗。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她的表演合情合理，毫无生硬之感。她准确地把握住了聋哑人士在生活中的特殊状态，无论是肢体语言还是面对的表情，都细腻入微地展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次眼神的流转，都仿佛在诉说着黑妹背后的故事，让观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角色的喜怒哀。在性格塑造方面，南西亚更是将黑妹的真实感展现得淋漓尽致。黑妹并非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角色，她有着自己的小脾气、小倔强，她也会面对困难时感到迷茫和无助。南西亚把这个性格特点演绎得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的刻意和做作。她让黑妹这个角色仿佛从荧幕中走了出来，鲜活地站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能够深刻地体会这个角色的真实与立体。南西亚的演技和角色的塑造上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赵丽颖作为经验丰富的演员，自然有着深厚的表演功底，而南西亚却凭借着对黑妹这一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彩的诠释，在影片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她的表演不只为角色注入了灵魂，也让整个故事更为生动丰满。可以说，在这部电影里，南西亚饰演的黑妹，无论是从演员自身的演技，还是从角色的故事中展现来看，都毫不逊色于主角赵丽颖，甚至在某些方面给观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个贼窝。
黑妹从小被他们逼着取头，应该把他们给我端了。影片的高潮部分，黑妹因拍摄视频被养父发现，养父随即命令其黑妹的青梅竹马将她捉回。高叶香为了救黑妹，在愤怒中险些将养父置于死地，但养父最终并未丧命。高叶香再次被送入监狱，判了6年。而黑妹则心怀感恩，将赵丽颖的女儿从福利院领养出来，还为她做了人工耳蜗。影片以这样一个大团圆结局收尾。从整体来看呢，这部电影从头到中间的部分都充分展现了冯导一贯的创作风格。我非常喜欢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夜宴》，在我心中他是历史片中极其影响力，而且呢气氛营造极为出色的古装电影，在艺术、画面以及故事呈现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当然，对于他的《非诚勿扰》这类爱情电影，我并非特别热衷，但对其他类型的作品始终满怀期待。象牙花选择了在清明时节期上映，然而呢，选择了在清明假期间上映，然而票房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只刚好超过了1亿人民币，与预期相比存在了一定的差距。不过抛开票房不谈，单就电影本身而言呢，在电影前面和中间的部分，我认为完全可以给出8分到9分的高分。这部分的剧情紧凑，情感真挚，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遗憾的是，结局部分却显得有些虎头蛇尾，让人觉得颇为可惜。深入不解的这部电影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非要依靠过度的煽情来吸引观众，而是在女主角赵丽颖饰演的角色高叶香和黑妹之间的互动上可以进一步的深化。毕竟黑妹和赵丽颖的女儿一样，都是聋哑人士。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对待黑妹不只是朋友，更像是将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尽管从年龄上来看，赵丽颖在戏中饰演20多岁的小女生，和黑妹看上去更显幼嫩，但年纪不应成为了情感表达的阻碍。在剧情的戏份上，完全可以更细腻地展现赵丽颖对黑妹那种亦有亦止的复杂情感，以及在黑妹被欺负后内心的极度伤心。此外，黑妹对于另外一位同样是聋哑人士被养父寄养的男生，感情也十分微妙，既有好兄弟般的情谊，又似乎夹杂着曾经的爱人般的情感，但更倾向于好兄弟的感觉。在这部分的感情描写上，如果能够更加细腻的表达，相信会让观众更有代入感，产生更强烈的共鸣。就他妈我们谁都能欺负，谁都能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在电影《象牙花》中，监狱官邓红这一角色的刻画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问题。央视在邀请当时从事监狱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对影片进行了影评时，就明确地指出，电影中呈现着监狱官和囚犯之间的互动与现实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真实的监狱环境中，监狱官和囚犯之间有着明确的职责界限以及规范的工作流程，两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像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紧密无间。影片中部分情节甚至超出了监狱官正常的工作范畴，直接干涉到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作为我自己同行，我是看到我是不认可的，他不可能去涉及到很多面去帮助，这已经就是跨越他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健康的界限了。所以我觉得塑造的不真实。反敌起立，向左走。我觉得如果是拍这个人物塑形的话，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导演和编剧去采风一些真实的一些细节？诚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要通过对人物的情感刻画来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所以安排监狱官对囚犯展现出一定的情感是合理的创作手法。然而，这种情感表达应当建立在符合现实逻辑和工作规范的基础之上。但在这部电影里，导演在编写剧本时，似乎并没有充分与监狱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也没有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导致剧本创作上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闭门造车的困境，使得故事中关于监狱官和囚犯的互动情节
出现了极度矛盾的地方。这种脱离实际的情节设定，对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难以对故事产生了共鸣和认同。毕竟，观众对于电影的期待不只是精彩的剧情，还有动人的情感，更希望看到的是贴近现实、合乎情理的故事呈现。而向阳花在监狱官这一角色的塑造上失误，无疑成为了影片的一大遗憾，也让观众在情感上难以谅解这一情节安排上的疏漏。而影片整体打磨的角度来看呢，感情戏部分呢明显的存在不足，而养父这个角色作为影片中最大的反派，其形象塑造也带深度。他利用黑妹来赚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但在角色刻画上，尤其是他作为老大这种独特气质的营造上，却远远不够。当赵丽颖用元宝攻击他时，身为黑社会的老大，或者曾经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人，面对攻击时必然会有一定的防守动作，而不是如此轻易的就被击中头部。在这部分的情节上呢，如果能够增加更多支线，丰富故事的内容，无疑让整个故事更具有冲击力。为了避开审查的机制，当然我也不排除导演在剧情上会有少许的修改。影片结尾给人一种草草收场的感觉，女主角赵丽颖也被捉了，而这一情节的处理略显平淡，没有充分的展现出内心的激动，以及底层人士在面对警察时的那种复杂难以言说的情感。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加以调整呢，让故事在结尾处有更有效的调节，相信会为影片增色不少。目前来看呢，电影后面情节的发展给人一种过于随意、不够用心的感觉。宫下蜜评分6分，尽管向阳花存在的一些遗憾，但它依然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影片前半段所展现的希望和如同黑暗中绽放的花朵，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有深度、有温度的电影作品。